Hello， 大家好，很高興又見面了。2個星期沒有見，你們還好嗎？蒙特利爾又開始下雪了。那每到這個時候呢，我總是想窩在家裡，就不想出門了。其實我是一個非常怕冷的人，所以我自己也想不明白，我怎麼就決定到魁北克生活了。算了吧，不想了。既然來了，就好好享受這裡的冬季吧。今天我們一起來聊一聊一個中文短句，算了吧。我相信你們肯定已經聽到過這個中文短句了。那短短的3個字，其實它背後有很多不同的情緒，我不知道你們都了解嗎？在今天的 podcast 中，我會一一給大家解釋。你可以到我的 Patreon 上去下載今天視頻的文本和詞彙列表。如果你需要更多的中級水平的聽力材料和閱讀材料，你也可以在我的 Patreon 上找到。在今天視頻的最後呢，我們還是會一起回顧一下在今天視頻當中出現的一些重要詞彙，所以一定要堅持到最後哦。下面就讓我們開始今天的 podcast。 今天我們來聊一個特別常見但並沒有那麼簡單的中文表達，算了吧。這3個字你可能在電視劇裡聽過，也可能在日常聊天中聽到過。看起來很簡單，但其實它能表達很多種情緒。不同的語氣和語境會有完全不同的意思。今天我們就一起來看看算了吧到底什麼時候用，在不同的語境中又代表什麼意思。第一，遇到小麻煩或不重要的事情的時候。當你遇到某件事，你覺得不值得花太多精力去爭論或解決時，你可以說算了吧。這種時候算了吧語氣比較輕鬆，意思是 forget it, whatever， 我沒那麼在意。比如你和你朋友對去哪家餐廳吃飯有不同意見，你覺得 A 餐廳好吃，他覺得B 餐廳好吃。你覺得爭論這個沒必要，就說算了吧，我們就去 B 餐廳吃飯吧。再比如，你提醒室友關燈，他又忘了，你嘆口氣說，哎，算了吧，我自己關。或者朋友遲到了半小時，他道歉，你本來想生氣，但最後說算了吧，下次記得早點。在這些情況下，算了吧表示這件事不重要，不值得浪費時間或情緒，它是一種放過這件小事的態度。第二，當事情無法改變或無力解決時。第二種情況是，當我們遇到無法控制、無法改變或者無法解決的事情時，也會說算了吧。這種語氣通常帶着一點無奈，意思是 forget it, I can do nothing about it。比如你去一家心儀的公司面試，但沒被錄取，你安慰自己說，算了吧，我一定會有其他機會。你喜歡一個人，但他卻喜歡別人，你等了很久，最後對自己說，算了吧。或者你努力準備的考試沒考好，你嘆口氣說，算了吧，下次再努力。在這種情境裡，算了吧表示的是一種接受現實的態度，它不是消極，而是一種放下的智慧。有時候說算了吧，其實是為了讓自己好過一點。
我在 Patreon 上分享過一句話：很多事情到最後並不是真正解決了，而是算了吧。第三，表示不想繼續糾結或生氣。在這裡，算了吧其實是帶着溫柔的，它常常出現在親密關係中，比如家人、朋友之間。孩子把水打翻了，媽媽說：“算了吧，下次小心點。”或者朋友做錯了事，真誠的道歉，你說：“沒事兒，算了吧。”這時候，算了吧，表示我原諒你了，讓這件事過去，我不責怪你這樣的意思。中文裡的算了吧，有時候比我原諒你更自然，更貼近生活。你看，算了吧這3個字看起來很隨意，但其實藏着很多層情緒。有時候是不想再爭了，有時候是放下，有時候是原諒。它告訴我們，在生活裡，並不是每件事都要有結果，要有答案。有時候能說出算了吧，也是一種力量，放過別人，也放過自己。你們在什麼情況下使用過算了吧？歡迎留言分享。下面就讓我們一起來回顧一下在今天的視頻中出現的一些重要詞彙。一，表示一個接着一個或逐個，常用來形容動作或事物一個一個的進行，強調順序或細緻。他們一一介紹了自己的名字。老師一一回答了學生的問題。到底，常用於追問，強調結果或表達強烈的情緒，表示想弄清楚真相，可以出現在疑問句或感嘆句中。你到底想說什麼？我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。值得，表示有價值、有意義，應該被這樣做或擁有。這本書很值得讀。這次旅行雖然累，但很值得。爭論，表示雙方各有不同意見，互相辯論或爭執。他們為一個小問題爭論了很久。我不想和你爭論了。無奈，表示沒有辦法，只能接受某種結果或情況。我很想去旅行，但工作太多，只能無奈地放棄。面對這樣的結果，我們都覺得很無奈。糾結，表示心裡對某件事反覆考慮，難以做決定或放下。我在要不要辭職的問題上很糾結。不要在小事上糾結太久，會浪費時間。隨意，表示不受限制，自由選擇，或者不特別講究。你可以隨意選擇喜歡的顏色。處理問題時，沒有經過調查研究，我們不可隨意判斷。這就是今天視頻的所有內容了。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，請記得給我點讚，並且分享給有需要的朋友。非常感謝你的收聽，我們下期再見。